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先歡迎來賓，台大哲學系教授苑舉正老師。思敏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國民黨前駐美代表處常駐副代表黃玉軍。主持人大家好。好，還有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哥。思敏好，大家晚安。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特別提醒大家，幫我們節目先按讚，並且呢，在留言區可以寫下"熱推"2個字，或者看到熱推鍵，先幫我們按下熱推的關鍵鈕。如果希望跟我互動的話，歡迎在這個留言區特別寫下你在哪一個城市收看的，那我也會來特別做回復。今天節目一開始呢，我們先來關心到這一場美伊戰事。沒有想到現在伊朗下了對美國的最後通牒嗎？除了在軍事上對美國的軍艦開火逼退之外，還怒嗆說，針對濃縮鈾，他們要把它做到90%，也就是武器級以上的這個濃度哦，並且畫下了5個門檻，逼川普要認輸來做談判，有可能嗎？今天就這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我們也請來賓幫我們特別聚焦哦。川普此刻高喊說他要恢復軍事來打擊伊朗，但是伊朗反過來了，現在呢在荷姆茲海峽這邊對美艦開火，到底誰才真正掌握主導局勢呢？第二件事情，伊朗呢现在是要把荷姆茲的控制範圍持續的擴大，那現在擴大的範圍達到了10倍之外，還會部署的是迷你的潛艦。根據了解，這種迷你潛艦是具備有布雷能力的，能夠確保美國還能夠確保這一條全球能源命脈可以接下來安全的通行嗎？這個軍事面，等一下我們也做關心。第3個就是剛剛特別提到的，伊朗放話把濃縮鈾現在呢要推到90%，美國的極限施壓真的能夠嚇阻伊朗，還是會加速它走向核武的門檻？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起來做關心。好，先來看到川普開嗆，他批伊朗提出的停火方案是垃圾，而且他說呢，我完全不能夠接受，甚至喊話威脅，不排除對伊朗再次的發動軍事的打擊。川普現在對伊朗下了最後通牒，沒有想到現在呢，伊朗其實反過來哦，在這個軍事上面有所新的行動。現在來看到的是，特別看到荷姆茲海峽，他希望變成自己的主要的戰略主場嗎？來看到的是最新消息，來自伊朗媒體革命衛隊宣稱的。一艘美國的護衛艦試圖通過荷姆茲海峽，被伊朗是直接開火做警告，迫使這一艘美艦改變了它原本的航行方向。針對於荷姆茲海峽，現在伊朗方面呢要再擴大管轄，從原本說最多達到30英里，現在最多擴大範圍到300英里，等於10倍的一個範圍。再來就是它部署的國造的這一款加迪爾級的迷你潛艦，等一下請幹哥幫我們來看一下細節。它的小檔案能夠在水下潛伏，並且在近岸突襲發射魚雷，攜帶中國的反艦飛彈。重點是它可以在這邊布置的是各種的水雷，對美軍將會造成比較嚴重的威脅。那麼在能源方面，現在根據了解最新消息，來自於伊拉克、巴基斯坦都已經跟伊朗談好，達成這種能源通行的相關協議了。如果這些國家跟伊朗談好，現在外界也分析，會不會有其他的國家也模仿這2個國家，希望能夠遵循相同的路徑呢？那麼對於美方來說，又是另外一種威脅了。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苑老師，現在呢，伊朗在對荷姆茲上面的美艦開火，並且部署這種小型的迷你潛艦，把荷姆茲海峽的管控範圍再一次的擴大。代表他認為自己可以跟美軍硬碰硬，他真的有這樣子的一個能力嗎？另外就是另外2個國家，伊拉克、巴基斯坦，他們跟伊朗達成能源上面的協議，能夠成為其他國家的範本嗎？那苑老師怎麼看？我們常常說強龍不壓地頭蛇，這個荷姆茲海峽，你打開地圖一看的時候，你就知道它完完全全在伊朗的控制範圍之內。這裡頭的話呢，剛剛聽到的消息，它在控制的範圍擴大10倍。原來20里到30里是指那個最尖的那個地方啊，荷姆茲海峽跟這個離伊朗最近的那個地方啊。接下來的話，阿聯酋那邊剩下了一個尖角啊，那個擴大的話是往旁邊延伸。那這裡面呢有3個消息非常重要。首先第一個的話呢，這個川普一直在吹牛啊，根本就講贏麻了，打垮了，沒有空軍，沒有海軍，現在不得了了，你美艦過來直接打你。直接打你，就讓你知道這個厲害。現在的話呢，這個川普的話呢，真的是進退兩難了也不曉得該怎麼辦好。然後這個第2點的話呢，就是說呢，請大家注意一下這個迷你潛艇非常重要因為什麼呢？
這個大家知道啊，我們沒有一個地區比像台灣在發展潛艇再了解。你要發展迷你潛艇，這個迷你潛艇啊是完全適合於荷姆兹海峽。荷姆茲海峽非常淺，這個潛艇叫做迷你袖珍潛艇，它放在水底下的時候，最多10個人。然後呢，它上面帶了 C704的這個反艦導彈，是大陸制造的啊。那麼大陸制造的飛彈早就在裡頭，所以我相信這個迷你潛艇的計劃大概20年了。所以20年的話呢，在荷姆茲海峽的地緣關係上，又能夠控制在底下的話呢，那美國船只根本不敢進來，一進來地底下被什麼打掉了都不知道。那另外第3個的話呢，我覺得這裡頭當中，那個伊拉克跟巴基斯坦就通過了能源的這種重的，就是說是這個能源上的這個接送他們這個船艦的話呢，這裡面的計劃，這個計劃非常重要，因為這裡頭講的不是能源。重點是他們跟伊朗的關係。伊拉克本身就是什葉派的一個為主的一個國家。那另外的話呢，就是巴基斯坦原來在整個回教地區，巴基斯坦說良心話沒什麼油的。但是巴基斯坦的話，在這一次的話呢，就是大露其臉了，哎，非常非常有面子，而且的話呢，第一次會談呢，第2次會談都考慮在這個伊斯蘭馬巴德來舉行，也足以證明啊，巴基斯坦能夠這麼有底氣啊，最重要的原因，它底下有一個神秘大國的支持，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巴基斯坦做的事情的話呢，會變成中東地區的一個效法的對象。所以說，如果巴基斯坦的這個取得了這個通過這個航道裡面的特權的話呢，那麼伊拉克啊。我覺得沙特啦、科威特啦、這個卡達啦什麼的，他們都會陸陸續續跟着來進，這會擴大。為什麼？因為做生意的人當然要貨暢其流嘛，你都通不了海峽，那講其他都白談。好，所以現在這一場戰爭，目前我們看到伊朗它祭出的，包括了在軍事戰，還有呢軍事的打擊、軍事戰跟這個能源戰哦。那美方呢，同樣是在荷姆茲海峽，美國也有最新的動作。一般來講，我們知道這個核潛艦不太會浮出水面哦，通常都是隱身的。那現在比較罕見的事情是在直布羅陀海峽了，美軍讓他的一艘這個是彈道飛彈的核潛艦直接出現了。現在在看說，為什麼要這樣做？是要對這個伊朗下一下馬威嗎？再來就是伊朗，他也反過來說，我們濃縮鈾要大幅提升了，現在濃度說要到90%，這種武器等級的，做得到嗎？能夠造成威懾嗎？那幹哥又怎麼看？好，美艦啊，美國的阿拉斯加號彈道飛彈潛艦出現在直布羅陀海峽。大家要知道哈，所謂彈道飛彈潛艦是一國的它的最終保障，那就是說聯合國5大常任理事國中美英法俄這5個國家擁有彈道飛彈潛艦，沒有第6個國家。好。那這5個國家呢？老實講一句，這就是他們最後的一張王牌。也就是說，除非外星人打來，不然的話，面對世界上任何敵手，你都無法抵擋這5個國家的彈道飛彈潛艦。所以阿拉斯加號出現在直布羅陀，這意義很重大。為什麼？因為其實直布羅陀跟那個荷姆茲海峽，它中間還隔着阿拉伯半島，對不對？那它出現在這邊的意思是告訴你說，我來了。通常來講，彈道飛彈潛艦它就是水下最靜默的殺手，它不可能會露臉給你看。美國總共有14艘 Ohio 級的彈道飛彈潛艦，它即將被哥倫比亞級所取代。但是這14艘潛艦是寶，所以說它不可能會亮相。它跟一般的攻擊潛艦是不一樣的，攻擊潛艦的隱秘性已經夠高了。這些彈道飛彈潛艦，你知道一艘重達16000公噸，那是海底下的龐然大物。所以說他們不隨便現身，他現身給你看的意思就是代表說，我告訴你，如果說這個問題不能解決的話，那我就用核武力來威懾你。所以大家要曉得說，美國在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是它的戰略意義比較重大，但是真正能夠用到的機會，那趨近於0，因為你不可能會發動核子戰爭。但是話又說回來了，那伊朗呢？伊朗它本身現在從去年的那個12日戰爭啊，用 GBU-57的鑽地彈，也就是碉堡克星，美國的 B-2 轟炸機摧毀了伊朗的核設施之後，那你認為說伊朗的核設施就停擺了嗎？其實我完全不認為會停擺。我反而覺得伊朗不管是在伊斯法罕或是福爾多的基地，它的離心機只要再重新裝配起來的話，你知道很多專家都說，
90%的濃縮鈾，到底距離真正的武器級核彈有什麼差別？我們現在講它到底有什麼差別？我可以告訴各位，它只有2個差別，也就是只有剩下機械加工以及裝上引爆系統，就只有這2個差別而已。也就是說，那你現在已經90%啦，那在理論上也在物理上面，它到底距離核武器多遠？根本就沒有距離了，因為這種材料直接就可以做成真正可以投射的核子武器，只是投射的方式是另外一個問題。也就是說，其實大概只有3種投射方式，一種就是轟炸機，另外一種就是核潛艦，第3種就是地下發射井啊。那這3種其實伊朗目前現在都沒有，可是伊朗要就是說他如果說真正發展出核子武器之後，就有點類似像以色列，以色列早就有核武器，但以色列沒有投射工具，所以在沒有投射工具的情況底下，你要製造出一枚核彈之後，你要去煩惱的是接下來怎麼做。但是伊朗現在已經告訴你，我要到了90%的武器級系統是不難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就是一種核威慑。我們多次說過了，伊朗不可能放棄，而伊朗如果有這樣的武器的話，美國在出兵的時候都一定要忌憚再三的。所以，另外再講到那個加迪爾級的伊朗袖珍潛艇，我只要告訴各位說，只要有潛艇在那邊，軍艦就會嚇死。所以說，不管它是多麼袖珍，它只有100多噸而已。對。但它部署在荷姆茲海峽，你只要知道，你懷疑它在那裡，你就不敢進去。為什麼？它再小，它再原始，它再簡單，它都是嚇阻美軍的利器。為什麼？因為你用一般的軍艦布雷的話，美國看得到就打你了。那潛艇你看不到，它偷偷布雷的話，那對整個航道都是毀滅性的打擊。所以說，我覺得像這樣子的，像戰略級的這樣的武器，對伊朗而言非常重要。如果這個戰爭不能夠很快結束的話，伊朗祭出這樣的武器的話，會對美國的石油的禁運會發生很大很大的影響，這個是我覺得美方是要考慮的。好，一方面我們看到伊朗是祭出在軍事行動上面針對美國的威懾力，那另外一方面，其實在政治上面也有所喊話。我們現在其實要關注的就是接下來美伊和談下一波什麼時候會正式的進行，還有沒有可能真的來進行。但是在這個之前，現在伊朗已經開出了最新的條件，他希望美國先能保證這5點，否則他不會展開所謂的第2輪的談判。那這5點其實有很多是跟這個經濟也有關係的，包括解除對伊朗的所有制裁啊，還有凍結他的海外資產跟賠償他的戰損，然後呢，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線，包括現在正在進行當中在黎巴嫩的戰線，再來要承認美方要承認在伊朗在荷姆茲海峽的主導權等等，代表伊朗現在真的不怕美國了嗎？真的可以這樣解讀嗎？那玉君怎麼看？我看伊朗應該是在吹哨子壯膽的，就是因為美方是不可能承認伊朗在荷姆斯海峽的主權的。而這件事情對於其他中東的周遭國家，沒有人會認同這件事情啊。現在不管是比方說阿聯酋啊，或其他國家，為什麼要跟伊朗暫時去談？因為他們經濟受損，所以他們只是在買時間，看美國怎麼處理這個問題。好，那我們說為什麼伊朗現在在吹哨子壯膽呢？因為他知道現在美國沒有時間處理它。川普現在最大的事情是在跟習近平、跟北京就有更大的問題要處理，有他的大交易要去談判，所以他知道我這時候怎麼喊，美國也不會理我，我喊了也沒有人當真，你喊了也不會有任何被美國教訓或美國修理，所以我這時候喊，我把籌碼喊高了，我搞不好有人就信了，或搞不好這就是打仗啊，一個是軍事，一個是心理，這就是標準的心理戰嘛，好。但是他心理戰，他事實上他很有底氣，他這心理戰不是沒有底氣，軍事上他不一定這麼有底氣，但心理上他是有底氣的。為什麼？美國現在的做法很簡單，我把你圍起來，我看你經濟可以撐多久。好，我川普雖然國內可能經濟上很多人對我要崩盤，但是我看你撐得久還我撐得久。好，那伊朗現在的意思就是說呢，我跟你玩命，你要不要跟我玩命？那川普就覺得說好，你是最後你是這個生存之戰，
那我美國，如果你把我的這個美元，就是石油美元變我生存之戰的時候，我可能就對你下死手。這就是雙方在喊，就是到底誰比較狠嘛。那伊朗現在底氣是什麼？第一個底氣是他們新型領導人他們內心的陰影，就是你們當暗殺我們老一代領導人的時候，我們心裡會怕，我們不願意跟你們談判啊。他們看到不管是自己以前的領導人或敘利亞格達費的問題，或者是他看到金小胖每天要活得開開心心的，他們就不願意和談啊。他們心裡不抓着這個武器，他們心裡不踏實嘛。再來就是我們看到，不管是中國，不管是這個俄羅斯，不管是北韓，這個所謂的軸心3個軸心，我們看到很多國際的報道，他們都有給伊朗一些支持嘛。那美國現在的做法一定是很簡單，他把你這3個軸心一個一個拆了。他現在在中國，我們之前看到為什麼普丁開始在談可能跟烏克蘭停戰的問題，這一定有美國背後跟俄羅斯在談的一些事情。那他也希望透過中國去施壓北韓嘛。那最後一個就是伊朗在賭，伊朗手上真正最厲害的是經濟武器，以及美國內部大概有將近快70%的人反對這場戰爭，或不知道為什麼美國要打這場戰爭，他就看你美國什麼時候崩盤，或看你國會能不能跟川普施壓嘛。所以最後這個時間呢，到底站在誰這邊？我認為最後還是會站在美國這邊，因為不會只有美國的經濟受到影響，而且大多數人寧可被美國控制的這個地區，而不願意被伊朗變成一個新型的地區的霸權。好，謝謝玉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